注意看，眼前这个正在挖坟的女帝，哥哥惨遭神朝夺取至尊骨，数年之后苍天叠血，天地黯然，羽化神朝尸骨如山，遭天道降下业火红莲，焚烧殆尽，却意外穿越回100年前。这一次，他必将不惜一切代价救回自己的哥哥。大哥，你说这个女人是不是脑子有病？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在我们魔渊挖坟，我感觉再这么挖下去，整个无尽魔渊都要被她挖空。一般人都不敢擅闯魔渊，更别提是一个无缘无故来掏坟，说明这里一定埋藏着一个对他很重要的宝物。不是这里，也不是这里，该死，怎么和记忆中出现了偏差？也不知道这一世我的有缘人身在何方。他叫陆长生，是一名穿越者，从蓝星穿越到这北斗星域已经将近9个纪元了。一个纪元是大地最悠久的寿元，没有人能活得比这更久，除非他活出了第20，鲜少有人能成功活出第20，而能活出第20的，最远可能再活出第30，更遑论9世轮回。然而陆长生却做到，而且不是主动做到，是被动。陆长生穿越当天便绑定了一个系统，一个一纪元无法成仙就人生重启的系统。每一世都活了万年，也就是说，每一个纪元，陆长生都是登临绝巅、震古烁今的存在。第一世，他拥有至尊骨，始于微末，却无力战域外天魔，平定北斗战乱，成就天地补位。第二世，他出生世家，天降祥瑞，或万古不灭体，独炼肉身，能击大道，成就。第三世，他是皇朝太子，或不灭体，上皇朝气运，以整个北斗气运，能击大道。第四世，他成为一条小蛇，或饕餮神体，吞噬世间万物，以牙口正道，成就地位，立无上妖体。第五世，他穿越成女，或阴阳神体，感悟天地阴阳，生命阴阳，诸天阴阳，最终以阴阳正法，开创阴阳大法，立不世之考，造福子孙。第六世，他成为了一株古柳，以空间大道，扎根九层之地，贯穿时间长河，打进星空。第七世，他重生蓝星，从龙阿关来到北斗，以包裹神体正道大地，再次打进星空。第八世，开局退婚，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不过貌似这一世与前9世不，我有完整的肉躯，不过要等一个有缘人来挖坟。咦，有人！太好了，终于有龟儿子来挖了，不像前面那几个，大概1000万年前来了一个糟老头子，整天在我的坟前念经，但就是不挖坟，最后实在被吵得烦了，就随手给了这个糟老头子一本名为《9天十地》，把荒六合唯我独尊的低级功法给打发走了。在500万年前来了一只小麻雀，也不挖坟，就知道天天对着我的坟墓瞎鸡巴唱歌，和吼好还行，但关键是那嗓音就像夹着一口痰唱歌一样，每一句歌声都对我的身心与灵魂造成了暴击。最后实在受不了了，便送出了套地级功法凤凰不灭诀，这才给打发走。还有最近的1000年前来了一个小女孩，也不挖坟，几乎要死了，死了怪可惜的，便给了她一滴鸿蒙生命，救活了她。这是最后一个了，我就不信了。等了这么久，终于遇见了一个知道挖坟的正常人。果然老话说得好啊，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杵都能磨成针。古人诚不欺我，小妮子，快挖！对，就按照现在这样的力道、准度、速度，前进，前进，前进进。紫霞天阙剑，前世跟着我南征北战100年的几道兵器，有了这个，明日宗门之劫又多了几分把握。我靠，真让他挖出宝贝了！这是异象，先帝灵而众生贵。可为什么会有异象？咦，这个小妮子竟然在这般年纪就领悟了苍天暗记。不会有错，前世埋葬无数至宝的灯彩。很好，小妮子，开关，快开关！无论你想要什么，即便是天上的太阳、高悬的明月，我陆长生这一世吊驾一回，做那区区手握日月摘星人一次，又有何妨？
11年了，整整11年了，我终于要活出第10世了。我的天，北斗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恐怖异象？是东荒以南无尽魔渊的方向，难道是魔渊内复苏了什么上古魔神，这样极其恐怖的存在不成？老子差点吓尿了，你敢信？这股气势与威呀，比这黑暗岁月至尊进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不好了，北斗世界末日了，大家赶快找口棺材，把自己埋了，幸运的可能活出第2世啊！眼前这个老六破关而出，心情舒畅，只是吸了一口空气，便瞬间原地成圣了，抵达巅峰存在。隔了无尽岁月，又重见天日，身心愉悦，心情舒畅，那就提个修为助助兴吧。我他妈这是还没有睡醒。大哥，我刚刚究竟看到一个什么玩意？吸了一口空气，就从凡人成为圣人了。什么时候成就圣人竟这般轻松随意了？是我落伍了，还是时代变了？少年，你这是开的什么挂？竟言如此生疏，哪里有脉？烧一个给我可好？此刻，陆长生的神仙操作彻底让这个前世统御亿万人族的绝世女帝给整。除了傻傻的看着，他的大脑已经严重过载，无法运作。他究竟挖出了一个怎样的变态？利用9世的沉淀，突破圣人，只在我眨眼之间。你是谁？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陆长生，陆是陆长生的陆，长生是陆长生的长生。这世间竟真的有仙。小妮子，该你了，你叫什么名字？帮助我活出了第10世，这是一份恩情。他叫死人。圣人怎么会这么快？你竟是南岭荒古世家姬家的人？呵呵，小娃娃，没想到你年龄不大，见识倒是不浅。不错，老夫我手中所拿，正是我南岭姬家举世闻名的极道地冰破空镜。极道地冰破空镜可以无视任何空间规则，眨眼间到达任何一个人心去，堪称居家旅行、杀人越货的利器。小娃娃，把你手中的极道地冰交出来，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具全尸。对，臭老头，你知不知打断我陆长生说话，后果很严重。后果很严重，小娃娃，你是想打算笑死老夫吗？老夫还真不知道，打断你区区一介凡人的话，身为圣人的我，能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要不你让老夫我长长见识。该死，小辈，你彻底惹怒我了。圣人威严不可辱，诸天轮回，湮灭世间，轮回灭天掌。难道我重生一世，竟是给他人做了嫁衣？放心，有我在，这世间便无人可动你一根毫毛。我陆长生平生从不打诳语。放心，有我在，这世间便无人可动你一根毫毛。不，哥哥，你快逃！这世间有你，便是晴天。真是一对有情有义的兄妹。哥哥，如果你死了，妹妹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啥？就这样？
眼前这个男人只因嘲笑了这个路人甲几句，就被他摁在地上摩擦，并施以了断子绝孙之刑。啥？就这样？少侠饶命！根本动用不了半点圣力，尼玛这口平平无奇的棺材是专门为我准备的吧？封禁圣力，要不要这么离谱？贱人我见过很多，但像你这么贱的，我陆长真的是生平仅见，竟然求着别人干自己。不过既然你爱好如此独特与饥渴，我就勉为其难，满足你一次吧。你不是想知道打断我陆长生说话的后果吗？便是后果。那你不行，不要。我去，太残暴了！啥？这就碎了？你也太脆了吧！这口古棺烙印着9天龙纹，而9天龙纹，你可知是何来历？不知。9天龙纹生于鸿蒙，被鸿蒙生命孕育，化为真龙。你是说这是太古龙族的先祖？太古龙族并不是，是鸿蒙龙族。鸿蒙龙族那可是龙之初始，也是龙族最为强盛的时期，凌厉诸天万界生灵之绝巅的存在，怪不得能压制胜利，区区圣人在登临绝巅的龙之始祖面前，不就是个喝奶的娃娃？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因为我觉得你需要他，你不是想明日护住宗门，5年后救出你哥哥吗？这9天龙纹已经处于激活状态，它可以给你不小的助力哦。你怎么会知道这些？难道你窥探了我的内心？别说的这么猥琐，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我只是恰巧看了一眼你的过往罢了。怎样，想好了没？要不要接受我的馈赠？不错，我要了。你日后定会为你今天的明智之举而感到庆幸。9天龙纹，鸿蒙龙族，真是个好东西。少年，不知可否把眼前古棺借我一关？放心，我下辈子一定还你。哟，小两口在这阴森坟地内打情骂俏，约定终身，真的好吗？这里好生热闹，应该多我一个白无缺不多吧？三个大圣，不对，这3人身上竟未沾染火焰气息，也就是说，他们也直接跳过了无尽火域，进入了魔渊。这怎么可能？想要进入魔渊，无尽火域也是必经之路。先前圣人姬天即是靠着破空镜，那么眼前3人又是依靠何物？不过话说回来，这姬家的破空镜还真是好使。不可能，这世间怎么可能会有2面一模一样的极道地冰破空镜？能干掉姬家圣人，你们果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哎呀，小妮子，这么帅气的镜子，当然是人手一份了。极道地冰破空镜竟然有4个，这究竟怎么回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还有，你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只有我们3人到达过。我是在做梦吗？极道地冰破空镜是烂大街的货色。陆哥，我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极道地冰在北斗生灵中人手一件。吴小子，少拿我寻开心。虽然极道地冰在我眼里和一般的玉石差不了多少，但既为玉石，便极其稀有，怎可做到玉石变石头？那行，陆大哥你就看着吧。
原来如此，吴道德，你不愧是天纵奇才，竟然真的让你成功了。当时确实是我肤浅了，没想到你竟真的成功了。吴道德，谁呀？你们听过吗？没有。凡人小子，死到临头，竟在装神弄鬼。我勒个擦！吴道德，这可是我吴家的先祖，北斗的传奇人物，在末法时代正道成帝，随后自斩一刀，割入生命禁区的无上人物。据说他之后跟随了一个叫陆黑的无上大佬，进入了星空古路，寻找仙界之门去。而这个凡人少年还在追忆我的先祖，仿佛认识多年的好友。这尼玛怎么可能？绝对是我看错了，只是名字下效重合罢了。对，没错，就是这样。手拿着他的杰作，却连他的名字都未曾听过，你们还真是可悲。你们未曾听闻吴道德的名字，那你们可曾听闻，在太古时期有一株古柳，扎根9天10地。小弟弟净说一些胡话，这是还没有睡醒吗？要不要来姐姐我的怀里躺着？百兽神山的大圣和浅出手了，这是百兽神山的秘籍，魅惑天音。没想到和浅大圣出手如此凌厉，杀鸡也用牛刀。倒是让你抢先了，你这是看上了眼前这个英俊少年的皮囊，想要换脸了。魅惑天音。不可能，这古柳竟然轻松挡下了魅惑天音的攻击，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的？姐，不过如此。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吗？不过算了，对付你们这群蝼蚁也足够了。你 TM 装什么逼呢？蝼蚁，你个凡人也配说我大圣为蝼蚁？诸天阴阳轮转神意，左手指玉，右手为阳，二者合一，名利阴阳。可笑，武士我可是阴阳的鼻祖。当年我在玩阴阳的时候，你家先祖估计还在玩泥巴呢。哎，白无缺就这样死了。这怪物没有上线的吗？看来你们的回合貌似结束了，那么现在轮到我的回合了。注意看，眼前这个面露慈善的少年，只身一人踏入地府，一巴掌将死地拍飞，并且发下闪击，将死神扔入多东西。喂，你简直就是一个怪物，我错了，放过我。这种蛇蝎女子，我早就想杀她了。反正打不过又逃不掉，那不如死一个干脆。你倒是有些骨气。好一个杀伐果断的少年！没想到我虎拳征战东荒半生，最后却是落得如此下场，技不如人，被人反杀，那也是我咎由自取。我这一生虽有遗憾，但也不多。不过就这样死了，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今后也不用再为太上卖命了。为什么？因为你成功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给你种下了主仆神线，你今后的生命只在我陆长生一念之内。
是，主人，古玄今后定为主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倒是挺上道，把裤子脱了，屁股对准我。我擦，死神！竟是死神！抱住我，可别放手哦，不然被碾压成肉饼。死神，怎么几千万年不见就不记得我？给个提示，幽冥殿前或须集仙柜。你是陆？眼前这种人物，就算是画上规矩，我都记得刻骨铭心。阁下何人，竟敢擅闯幽冥地府？我操！半只脚踏入大地球的冥王也开飞了。死神从鸿蒙时期便一脉单传的种族，很好，我与你们死神一族有些渊源。这样，你我有缘，我送你一场造化。我这就成为准帝了。卡了500万年的境界突破，死神对着少年千恩万谢。不用谢，小事而已。但见你如此热情，我也不想服了你的面子。这样，我给你洗个澡怎么样？放心，就是让你进去泡几个月的澡，别害怕。来，乖，进去吧，洗澡澡了哦。真的，我就是想给他洗个澡，没有别的意思，你们千万不要想歪。用焚烧大地的火焰洗澡，洗的哪门子澡？我们虽然读书不多，但也不少。死神啊，老友见面，不下来叙叙旧吗？大佬，我肚子里一滴死灵幽水都没有了，求放过。死神啊，当初洗澡舒服吧？舒服你妹！我看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兄弟？我真罪了，贼老天几千万黑毛女受了这个，还让这个妖孽活出了第20个有没有天理？言归正传，你为什么会附着在区区昊天圣地圣子的体内，还被人下了封印？我不记得是何人所为，我只记得我被人下了禁制。而那天幽冥地府尸山火海，凄厉不断的嚎嚎和求救声，这是一份无法割舍的情报。我想要报仇，但你之后被磨灭记忆了。主人，我知道一些事。是一个黑袍男子，代号叫做太上，这是一个组织，也是首领的名字。那天他找上了我，许诺我将来的圣地圣主之位，代价是接受咒印，听命于他。但我古玄一生高傲，何须他人帮助？我强势拒绝了他，还吐他口水，喊他垃圾，叫他滚蛋。但哪知他是一个卑鄙小人，背刺于我，强行在我体内种下禁咒，之后我便活成了一具任人吊捡的行尸走肉。好大的一盘棋，竟然是要把整个北斗古星当成棋盘。不过也好，这一世在承载天命前，或许不会像前世那般寂寞如雪了。主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在这等着吧，禁制被破，他不可能无动于衷。利用前世积累的本源能量，呵呵，有点意思。少年，说吧，你先是不惜刻画问仙地阵，又是不计成本的动用本源能量，找寻我太上无极，所为何事？
你他妈不是说在等他吗？太上无极，什么垃圾名字！欺负了我小弟死神，降下禁制，磨灭记忆。你问我所谓何事？告诉你，押金，死神，这辈子只有我陆长生能欺负，其他人就算是仙，欺负了他，也要付惨重的代价。别废话了，来战！我的法克，你认真的不惜损耗无上代价，就是为给小弟讨回面子。对毛这句话令我记事了，有12个局上。星罗棋盘，天地为棋，众生为子，由无上禁制地则而构成的无上地境神通。被困者除非打败施术者或者施术者主动离开星罗棋盘范围，被困者才能脱困。你一个凡人，竟要和我太上无极单挑，有意思！多少年没见过你这般嚣张的人了。人类小子，你会为你的狂妄付出生命的代价。星罗棋盘的诸天星辰守护者确实有趣。这是大地之战。这竟是鸿蒙生命，鸿蒙17天道解体的本源之物，据传其中可能蕴含了成仙之命。成仙，世间没有任何生灵能抵住这2个字的诱惑。死神不行，太上无极也不行。不错，很不错，少年，你成功勾引起了我太上无极的兴趣。小子，在毁天灭地的地境法则面前，你如同一只蝼蚁。地境法则好像谁不会一样，自然地境法则。竟是生命古柳，但这株生命古柳不是已经消失在了岁月长河里了吗？怎么会此刻出现在眼前这个少年手中？看来是我多虑了，这株古柳的力量明显比之太古时期扎根9天10地的生命古柳弱了何止1层，简直义不存疑。小子，这就是你的最强手段，就这？不对，你笑什么？小子，你该死！魔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何浅为何命牌破碎？怎么还未查清？我白家少家主白无缺竟然也死在了魔渊。该死，究竟是何人，竟然斩杀了我等如此之多的强者？今日哪怕付出巨大代价，我也要你死！谢谢你帮我打开了深渊之门，你真是个好人。可恶，我竟被摆了一道。主人，刚刚。没事，你好好休息。但是主人，你修炼出来的命珠。卑鄙凡人，竟然偷了老子的本源之意！我太上无极日你全家祖宗！传令下去，见到此人，格杀勿论，不碎尸万段，十马分尸，给我凌迟处死！遵命。有点艺术细胞，但不多。啧，镜湖大地间的旷世大战，我吴德竟然有生之年见证了一次。这场战斗我可以吹万年，不过都已经结束了，
那里可是大地之墓，装有无数至宝，极道地兵、不死神药，我无得来了。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哦，原来我身后站着一个人啊，那没事了，我还以为被罚。谢特。爷，下面的地面怎么这么软？你们两个砸在别人身上，还是个胖子，能不软吗？抱歉哈。话说，你是谁？怎么会出现在深渊之门呢？深渊之门号称大地的坟墓，在这里，从古至今，在这无尽岁月长河路，至少埋葬了10尊以上的大帝，是彻彻底底的比生命禁区还生命禁区的地。想要从这里活着出去，如果不依靠陆长生，估计自己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觉悟不错，看来当时那半年，你和我玩的都很开心啊。对后，道宫境的小修，你是怎么进来的？深渊之门，就算是大帝打开都费劲，然而一个道宫境的渣渣却进来了，此事确实古怪至极。道宫境的小修，你他妈自己都只不过是区区炼气境5重天的渣渣，好不好？有什么资格说我？不过在这浑身到处是禁制的深渊内，大家的实力都被压制，实不存一。我有信心在修为最强的死神，个斩虚境大能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但是面对这个人畜无害的凡人，我却总有一种无力感。我体质特殊。极望破虚体，你姓吴？没错。是谁打扰了无之长眠？是谁竟敢打扰无之长眠？闯入者击灭！别这么看着我，我前世的本源能量已经用光了，现在的我只是一介任人宰割的凡人罢了。啊，胖爷我还没有破处，胖爷我还不想死啊！只见征战万古壁，血染9天万里，断头浴血万人敌，只为身后人族矣。你以为人族做的已经够多了？那日皓月当空，万族沙场，苍穹之巅，他一人一剑被敌人斩去头颅，身中数刀，本源消散殆尽，但他没有就此倒下，为了后方人族，为了人族疆土，依然浴血奋战，不死方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能说出这些话，你竟然是你？你没有看错，也没有想错，的确是我。我活到了现在。怎么办到的？我的被动。你果然是他所说。他嘛，或许吧。不过你眼前这些是我的朋友，给我一个面子，让我们进去，如何？哦，既然是你，我给你面子。但是那个胖子并不是从深渊外门进入，必须死。成交。别啊，哥啊，大哥，不，爹啊，你是我亲爹，爹救我啊，别抛弃我啊，爹。卧槽，这满满的求生欲。他的体质极望破虚体，对我很有用。这样，你就当他是我身上的一个挂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待我陆长生这一世打开那扇门扉，我许你一个位置，如何？是啊，大佬，就当我是我爹的一根汗毛，饶我一命吧。我这么年轻，还没有开始享受生而为人的兴趣，我不想死啊。骨骼清洁，确实是极望破虚体。行，这次就破例你们通过。好了，别看了，我们走吧。搞不懂他，算了，继续睡大觉去了。
放着也是放着，我觉得这衣服跟你挺搭的。哇塞，高档布料。这应该是一处剑冢吧？不，与其说这是剑冢，还不如说这里更像是一座神魔大战的遗址，神魔的埋骨之地。不愧是能挖出我的有缘人，我的同乡有点眼界。北斗古星的生灵都是我的同乡。好了，你们都退下，我该热热身了。已经好几个纪元没有来到这里了吧？那个应该成熟了吧？曾经人族的繁盛之地，如今却变成了这样。人皇之城本不应该就此没落，人族也不应该只守在这片仙气之地。九天十地，那里才是人族的祖代，也只有那里才是人族的故土，人族的归乡。据说，曾经的乱古纪元，人族兴盛，但却因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与阴谋，人族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苟延残喘于北斗古星之上。这该不会是传说中的仙胎吧？仙胎，传闻中仙的子嗣，只有仙的子嗣出生时伴有仙胎，仙胎跟着子嗣成长，帮助子嗣突破境界。只要无限堆叠资源，无论此人天赋有多差，最后都能成仙。这是无数生灵梦寐以求却可望而不可及的仙物。效果怎会这般浅显？难道是因为当初一战斩断了这具仙胎的本源？我陆长生在此立誓，这一世我定会带领北斗人族重回故地。就一滴。死神，你看主人刚刚是不是露出了不爽的表情？你看错了吧？一句话便天降一滴无界生命磅礴，比之先前鸿蒙生命都不遑多让的无上水滴，谁会不慢呢？一滴半仙微水，有个鸡毛用啊！我陆长生这一世带领人族成为九天十地的主人，屹立于亿万种族之上。半仙微语，不错不错。我陆长生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不生我陆长生，人族万古如长夜。剑来！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画柄大法吗？好像是的。据古籍记载，曾经也有一个准帝，为了突破大地，也和主人这般，在机缘巧合之下，误入了可以祈福祭祀的神异之地，立下恢弘仙愿。然后1000年后，他的骸骨在人间界的茅坑中被挖出，遗臭万年，老惨了。仙珠，不错不错，开了一个好头。你们处在原地干嘛？过来一起薅羊毛啊，很爽哦。我们也可以，必须抓住任何一个变强的机会。卧槽，地震了！你终于来了。你刚刚向人皇所立下的誓言，可曾算数？你懂的，我这个人最守承诺。话说我刚刚说了啥了？不过不要紧，北斗意志与法则我都不怕，还怕区祈福祭祀的天罚。其实祈福祭祀在乱古纪元前期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也就在乱古纪元中后期爆发了一场诸天种族大战。那一战后，人族人皇大地强者盖洛双伤陨于深渊之内后，才有了祈福祭祀。这便是人族历史上唯一一任人皇盖洛霜的风采。当年的他可是号称有成仙之姿的存在，不过可惜当年只是和我睡了一晚，他人就没了。睡一晚人就没了，这信息量是不是有点大？不过身为剑灵的你，倒是和倾国倾城的他样貌身姿越来越像了。万古今年，人族战败，退居北斗，你借中州大眼神场无上番界印，至今几个纪元过去，未曾归还。我去，我都忘了，你怎么还记得？乱古纪元年，北岳苍蓝神山的神山仙符直接被你搬了。停，我都想起来了，别爆了。
卧槽，这主人竟然如此心黑！你是不是搞错成员了？这个女子很少，陆大佬貌似来自乱谷界，这尼玛不震惊一下？来自乱谷纪元了，离现在只有5、6个纪元，接近6级1年了。陆大佬竟然是这样的老怪物转世！不好，小心！我不会相信你这样的人。这个女孩是你最重要的人吗？我如今成了这个女孩的本命剑灵。如果今后你敢毁约，不承认今日许下的宏愿，我就自爆，和这个女孩同归于尽。但你为了洛霜已经做得够多了，这又是何苦呢？洛霜当初的本意是希望你放下仇怨，活出自己，而且像我这么守承诺，从不背信弃义的大帅哥，你竟然不相信我，真是太没有眼光了，是吧？你们说对不对？极冰混沌体，这混沌体升华的体质极冰混沌体，绝对能排进3000体质前10。境界稳固，毫无虚浮。这主娘这是要逆天啊！冷无双此刻浑身散发的气息，就连他这个大圣都有一丝忌惮，这就离谱。洛霜剑，既然你选择了这样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后算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了吧？告诉我那个东西的位置。那个东西，你确定你这一世有把握？你说呢？认真的，你想要发现？哼，他在古神扶桑树下，不过那玩意可是只有仙才能触碰的东西，到时候死了，我可不会给你收拾。在古神扶桑树下保管嘛，倒也合理。我们走吧。那个主人，不继续祈福祭祀了吗？笨蛋，刚刚很明显，陆大佬祈福祭祀是那个浑身上下散发着无上气运的剑灵搞的鬼。剑灵跟了陆总，那还有什么气运给你祈福祭祀？啊，好可惜，本来以为还能借此机会成仙呢。他竟然又活出了一世，这是第10世了吧？那个方向，古神扶桑树，他终于要动那个东西了，希望他能成功吧。这一世，我的大道已经饥渴难耐了，累、拳、发、枪，想想就兴奋。主人，你不是说要找古神扶桑树吗？来这荒山野岭干嘛？难道扶桑树坐落于此？荒山野岭，我们此刻正在古神扶桑树的脚下。扶桑老儿，我来了。小子，把我从时间长河中唤醒，所为何事？老登，实话告诉你吧，我陆长生要方便。竟然敢挑衅仙的威严，此人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刚刚说的，你可记住？您溶尸3颗，覆灭玄天宗，找出神龛之境，打开远古神魔大门，放出域外天魔，这些我都记着呢。试着你就放心吧。明日玄天宗竟然会被灭宗，我竟然预言出了这种事，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但如果是真的，我能逃吗？或许我能逃，但宗门弟子呢？举宗跑路。不过双儿，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双儿啊，最好明天之前都不要回来。即便我们玄天宗之人死绝，你也绝不能就此陨落。
9天神雷已经落于头顶，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吧？这可是真的会死人的，即便你几乎拥有不死之身，成功几率也不足1成。如果本源被直接湮灭，那就真的成为虚无了。我来到这里，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吗？如果我出了意外，替我护好我后面的这个小妮子一事。再怎么说，他把我挖出，让我活出第10世，沾染了我的无尽因果，被北斗天道遗弃，成帝难度大大增加。我不能亏待了他。你寿命如此悠久，这点小事应该能办到吧？好，我答应你。不过记住你我之间的一个约定，打开仙界之门，必须带上我。亿万年岁月下来，古神扶桑的那个念头依然健在，且已经成为了执念。那便是他想重回仙界，当面质问那人当年为何把他抛弃，是觉得他是一介废物吗？长生，我有一件东西给你。这套汉服，前世他是在哥哥离开后的第5年，思念哥哥，亲手缝制的，希望2人将来再次重逢时，他能为哥哥亲手穿上，因为哥哥是他最重要的人。我知道你要去干一件很危险的事，我也知道凭借我现在的修为，跟着你也是给你拖后腿，但我希望长生你能把它穿上，算是带上我的寄托，好吗？行吧。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好啊。时间长河没有源头，也没有尾端。或许源头存在，但却无迹可寻。我要抵达的便是时间长河的伪源头，一切万物的伪开端——寂灭。小子，我会用无上伪仙力吸引出寂灭的主体，接下来一切就全靠你自己了。扰乱时间秩序者，死！小子，加油啊！千万别死了！果然如我所想一般，寂灭体内是虚无，周围一切都是虚无，没有方向，没有物质，什么都没有。不过还好，我早有准备。他是本源，我就不信你忍得住。少年，搭上这朵云彩，你便可立地成仙，永脱轮回，长生不死，逍遥世界。做仙能吃饱吗？当然能了。傻孩子，能吃饱，那太好了。那么我要成仙。对，区仙也能配得上我陆长生，你怕不是在想屁吃？仙之所以能永生不死，是因为在这个生命核心汲取生命本身的生命之力。这种上不了台面前，当了又有什么意思？我陆长生这一世，可是要做那众仙之主，万物主宰，真正实现自给自足、永生不死的存在。我陆长生走自己的路，让众仙无路可走。世间万物归于一片虚无，大梦3000，万世轮回，晃过一场秋梦。哥哥，不要为我伤心，也不要为我难过。生老病死，人生常态，爱恨离别，也都是人所必须经历的。哥哥，你要坚强的活下去，带着我的那一份，勇敢的前行。人生一世，却死于病魔。妹妹，我确实有诸多遗憾。如果可以，哥哥，请你带着我的心意，帮我找寻生而为人的意义。人类少年，你很有实力，也非常幸运。万世轮回，竟然逃出升天。也罢，我造化天书，时间长河还未形成时便已存在。太久了，去见一见外面的新世界
也挺有意思。走吧，陪我一起见证这精彩瑰丽的世界。哎呦呦，小伙子，心性倒是不错，神物面前竟然不骄不躁，怪不得能战胜万世轮回，确实有点本事。人类小子，你叫陆长生，那好，爷爷我以后就喊你小陆子了。哎，小陆子别走啊！觉得小陆子不好听，咱可以换啊，小长子、小生子、陆兄、陆哥都可以呀。别走，万事咱都可以好生商量的嘛。陆长生啊，陆长生，如果你能成功，我古神扶桑认你为主又如何？这一世，我便陪你疯狂一回，与你一起推开那扇门扉，逆行发仙。扶桑老儿怎么样？我就说我一定行吧。长生啊，我没力气，要死了。别装死，把你弄出来，可不是让你来碰瓷的。告诉我如何做到10进，也就是突破炼气境的极致。理论上来说，想要突破万古无一人能做到的极境，你们需要3样东西：神龛之境、神墨之心、太初之眼。这是配方，只要材料齐全，就可以尝试那个成就。因为这是第一次，所以材料相对复杂。其实每一个极境突破，越到后面越是轻松许多。毕竟你们人类有句古话说得好，叫万丈高楼平地起。这打好基石啊，那就等于……好了，我们走吧。我操，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不讲武德，不懂尊老爱幼的吗？怎么还不出来？陆大佬该死，呸呸，乌鸦嘴。我不认为他能成功。是吗？竟然真的成功了！难道这一世他真的能成？我明白。走吧，让我陆长生带你们游山玩水，看遍这世俗红尘，人间百态。我们走吧。新一届太初法会要开始了。这次太初圣地的法会第一，可以拿走太初圣地内太初之眼酝酿千万年而留下的一滴眼泪。你是说那个能看穿古今未来、神意莫测、太初圣地传承无尽岁月的极道地兵太初之眼？他一定会回来的。如果真有那个力量，就出道吧。是呀，也不知道这一届的太初法会究竟有何种魅力，竟然让如此多的天骄不远千万里而来，趋之若鹜。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姐姐的大表哥的二姨夫的八大姑可是太初圣地之人。据他透露，这次太初圣地的法会第一，可以拿走太初圣地内太初之眼酝酿千万年而留下的一滴眼泪。太初之眼，其实对于我来说，可望而不可及。但太初之眼的眼泪，据说一滴便能让人斩去过往一切业力，净化无尽因果。圣子，求求你了，见见我吧！圣子，就来我们宗门住上一天，就一天就好。圣子，等一下，这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眼熟？这人谁呀？好像是玄天宗的大师兄上官风云，貌似是想请太初圣地的圣子到玄天宗做客。你们那什么破烂宗门，也配我太初圣地圣子的圣脚踏入？还救过我家圣子的性命，真是可笑！哗众取宠的小丑也敢在我们太初圣地山的脚下放肆！对不起，师傅，我辜负了你的期待。到了现在，他还未曾发觉，其实他手中的书信是假的，这只不过是玄天宗宗主萧天阙让他离开玄天宗的借口罢了。萧天阙早已有了死计。
师妹。师兄，你先休息一会，接下来就交给我。师妹，你快走，玄天宗。好了，师兄，你别说话，好好躺着，看着我便是。胖子，我师兄若是有个好歹，你也不用活了。我堂堂荒古吴家接班人，现在却被一个准生丫头呼来喝去。吴德语录第1条：女人不可怕，微笑着的男人才是尤为致命的。你们是谁？也敢管我们太初圣地的闲事？嫌自己的命活得不够长吗？3次区区准圣，竟敢灭我太初圣地的弟子，你们都完了！多少年没有人胆敢在我们太初圣地的土壤上放肆了。小妮子，说吧，你究竟来自什么势力？势力，我来自玄天宗。至于为何冰封你太初圣地的弟子，呵呵，打了我师兄，你说我为何？玄天宗区废物宗门的准生垃圾，就敢来我太初圣地叫嚣，真是不知道此字是怎么写的。不可能！刚刚那一击，我完全没有留手分毫。雨涵，我太初圣地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刚刚或许是一场误会。这样，你加入我太初圣地之前种种，我们一笔勾销，如何？加入太初圣地，呵呵，一个垃圾宗门而已，也配让我冷无双加入？告诉你，区太初圣地，连给我玄天宗提鞋都不配。你可想清楚了？3番5次挑衅我太初圣地，可是要付出血的代价。血的代价，你没有那个本事。卧槽，快跑！区准圣也想逆行罚赏。怎么可能？我不敢！敢在我太初圣地的地盘撒野，还在太初法会的今天杀敌，真是好胆量！爸，是药九州，传闻药九州帅气逼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我说你是不是眼瞎？要说帅，刚刚那个斩杀法无天的美艳女子，旁边的那个少年才帅得惊天动地，好吧？虽然事实的确如此，那位少年的颜值堪比绝仙，但修为太弱，才刚刚踏入修行。比起小白脸，我还是更喜欢孔武有力的男子。你们在仙鹤上参观一下我太初圣地，我下去拍死几只苍蝇。我们是来拿东西的，打打杀杀的多少有点不太礼貌。刚刚已经死了一个，再死一个就感觉是来踢场的来。这样，古玄，你上把他打个半残就好，千万别一用力就给打死了，那样我会很困扰的。这个少年在说什么？他好像在说下手轻点，别把药九州药圣祖打死。我主人说了，下手轻点，药九州，你很幸运，成功逃过了一劫。卧槽，他是昊天圣地古玄，昊天圣地这是想干嘛？不是说昊天和太初曾经是穿过同一条裤衩的好兄弟吗？谁知道，或许人多了，知道羞羞，裤衩只有一条，就打起来了呗。干得不错，不过 BOSS 战好像开启第2阶段了。
卧槽，是太初圣地的护宗法阵，诛天灭阙。没想到吧，我宗诛天灭阙大阵，只要太初圣地钦定圣子在太初圣地山门被挡，受到一定程度的伤害，大阵就会激活，灭杀宵小。这诛天灭阙大阵可是当年紫薇大帝亲自打造的地级阵法，一炮下去，就算是准帝，不死都要脱层皮，这3人死定。陆大哥，你看，这是我做的阵法，只要有人敢在我太初圣地闹事，打我太初圣地钦定圣子，诛天灭阙就会自动激活，指定灭杀此人，不伤及无辜。这大阵好用吧？打败我太初圣子又如何？死了的人谁会记住？我这就把这大阵的核心精妙交给你。诛天灭阙大阵，你可知这大阵的核心精妙？我真服了，又只能略微出手了。血液味道腹黑，只闻纹路霸道，符合接管条件，接管成功。主人，请吩咐灭阙。怎么会？怎么会？你不可能是他，不可能的。小辈敢杀我太初圣子，好胆！大伙一起联手，诛天灭阙经历了5个纪元，威力已经一般不存疑。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斩须还拿不下区区几个小辈。紫薇的神通啊，倒是有点怀念。太初圣地这帮废物，10数个斩须进长老联手施展的地境神通，竟然败了。好恐怖的诛天灭阙，不愧是紫薇大帝生前的杰作，即便是隔了几个纪元，也依然如此生猛。其实你们很幸运，如果我刚刚再稍微用力一点点，你们就被我一炮给崩死了。大佬，交给我。幽冥死气，你是幽冥地府的。幽冥地府竟然是幽冥地府的人。先是昊天圣地圣子，又是幽冥地府之人，他们这是要干嘛？谁人敢不把我太初圣地放在眼里，敢在太初圣地放肆，就必须付出血的代价。你们退下，不要做无谓的牺牲。眼前之人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的。但万法竟然连太初圣地宗主都惊动了。500年前就听说到万法前往西漠，借助西漠大雷音寺的至宝五行山，突破了河道境的桎梏，成为了一尊归一境的无上大能。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我这有一棋局，不知你可敢入否？棋局嘛，随便。那好，那你可看好了，我这局棋名叫笼中鸟。笼中鸟，苍天霸体的半生神通，能够杀人于无形啊！依靠天地大势，削弱他人气运，反哺己身。当两者气运达到一个无穷大的差距时，便是对方身陨之时。只要时间足够，这是一招足以屠地屠神的无上神通啊！笼中鸟一边气运增幅，一边气运削弱，此消彼长，犹如笼罩之鸟，越是扑腾，死得越快。凡人小子倒是有几分胆量。不过，如果太初圣地连你这么一个小小的凡人都无法解决，那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灭宗之事恐怕已成定局。如若一切早已注定，又有何惧？玄天宗未来的火种已被我转移至安全的地方，接下来只要守护好那个东西，即便付出生命的代价。笼中鸟也就那样吧。饶死万法神通。为什么你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想见过秦老。不知您大驾光临，青天有失远迎，望您见谅。竟然是秦天。秦天那可是上个纪元末期的人物，到了现在已经有3000多万岁。没想到太初圣地还藏有这样的人物，看来太初圣地的底蕴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厚。不过这样的人物，既然对那个少年毕恭毕敬，小人上个纪元末期，曾跟我太初圣地的至尊石天道人一同进入过一次星空古路，有幸见证过您的无敌英姿。当年他还只是个刚刚入手的渣渣，因为是石天道人如今的石天大帝的后代子孙的缘故，有幸跟着老祖宗进入过星空古路一次。然后那天至少上千名至尊奇奇贵族对着一个男子的背影3叩9拜，秦天差点没被当场吓死。不知您尊驾大驾光临，小老儿我罪该万死，不知小老儿能为您效劳点什么？只要您说，刀山火海，小老儿并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那个扫杠，一觉醒来大佬降临，这波大腿必须狠狠的抱。我在哪？究竟发生了什么？道万法，你刚刚竟然想灭杀这位存在，你可知罪？还有一道气息没有现身。无术，你逃不掉的。生命禁区的气息有趣，曾经的账我还没有去找你们算，你们就自己送上门来也罢。那在这里就先收点利息，用不了多久，我陆长生便会前往生命禁区。姓陆的，我懂你，只怕你没那胆。太初圣地突发异响，无数东方大能破空的破空，搭传送阵的搭传送阵，进阶第一时间赶往太初圣地。至尊在太初圣地出手了，不对，还有阴阳，无尽的阴阳大道，而且是不属于这一界的阴阳，是诸天阴阳。该死，那个仙草竟然留下了遗孤。那个白衣少年究竟怎么回事？为何给我一股既熟悉又恐惧的感觉？是他，没想到我不惜动用无尽寿元凝聚至尊虚影，竟然败在了他的手里。做好准备吧，有些事迟早是要做个了断的。
长生，刚刚那个至尊目标是我，但他为何要灭杀于我？或许你的身份其实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般简单。其实从我出关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看出这女孩身上藏着惊天之秘，而9天龙纹或许就是解开她身世的一把钥匙，所以我才把9天龙纹古关送予冷无双。不过至于是什么秘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关注她干嘛？我要太初之眼，你看着办吧。大佬，太初之眼并非我所能得到的，因为师尊准帝。师尊准帝，太初圣地底蕴竟然这般深厚。太初之眼是我太初圣地的根本，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有多大的能耐，都不能拿走太初之眼。你们是不是疯了？这位可是……如果我硬要呢，你们又当如何？誓死捍卫太初之眼，是我们太初圣地立足的根本，是比我们生命还要重要的东西。薪火相传，才是一代圣地长久不衰的永恒奥秘。觉悟倒是不错，但胆敢挡我陆长生的路，那便……妖族的无上神通是妖族的无上神通可集诸天妖气鬼物，攻伐一切，是在太古时期龙天尊的无上半生神通。先是佛门至宝，又是妖族神通；先是策反诸天灭却，又是掌控阴阳神符。眼前少年究竟什么来头？怎么什么都有，且什么都会？魑魅魍魉不是说是龙天尊的半生神通吗？怎么半生神通还能被人学取？前天陆天帝会谱出第10式。第10式。如果说眼前少年过往的其中一世是那个在太古纪元立无上妖庭的龙天尊呢？一击便击败了10个准帝，这牛逼的何止在天上飞，这尼玛已经牛逼的在大气层惬意的晒太阳了。开挂都不带这样的。操，少侠好功夫！少废话，东西呢？操，少侠，不是我们不想交出太初之眼，而是太初之眼已经和太初秘境融为了一体。想要得到太初之眼，不能强取，否则秘境自爆，太初之眼也会跟着消失。所以呢？所以只能按照先祖紫薇大帝的方式，长久18星宿天地大阵。天地大阵，太初圣地闻名遐迩的18星宿天地大阵。据说那可是死亡18大阵，每一道大阵关卡都是伴随着死亡率极高的一道倚天堑。这个我也知道，据说闯过18星宿天地大阵，便能得到紫薇大帝赐福，降下太初之眼的眼泪，升华根骨，扫除过往业力，从此修炼一路顺风。那好，以便开启18星宿天地大阵。您这是要破18星宿天地大阵而已，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那个少侠，18星宿天地大阵无法动用宝物，且遇强则更强。从古至今，太初圣地自紫薇大帝设立18星宿天地大阵以来，就无一人能。别废话，速度！哈哈哈哈哈！双人闯关，双倍难度。强行增加难度，这个少年必死无疑，狂妄自大，死了活该。我日你大爷！慢火烤乳猪的既视感怎么回事？那个死胖子的确是凡人没错，身上没有半点的修为波动，但为什么能在烈焰的烘烤下不死？好美。我都回来了，老朋友不出来见见吗？
是你吗？是我。虽然我已经死了，但我的执念却最终还是让我等来了你。这或许是天可怜见吧。你现在叫什么名字？我叫陆长生。谢谢，长生。太初之眼。是太初之眼。我们太初圣地终究还是失去了太初之眼，天命不可违啊！打不过，身份还没别人高，这叫个什么事？我操！是师妹，这个少年是你的。师兄，我与他已经有了一个约定。哦，大佬，你拿走了太初之眼，以后我们太初圣地有难，可要照顾一二。看心情吧。长生，我要回一趟玄天宗。我和你一起。主人，我想回一趟昊天圣地。我也想回趟幽冥地。爹，我想。不，你不想。天命出现，大正时代开始了。天命竟然在几年前期就出现了，没想到我从上古纪元更新之前，竟然还有机会逆转天命。天命就要凝结成型了。不知道这一世的天命会凝结谁的头像？年轻一辈天骄应该是没有希望了，毕竟境界摆在那里。老一辈的话，我觉得极有可能是南岭江家的神王江太初。大佬，您要的前往玄天宗的传送阵已经给您搭建好了。造孽，竟然赖在我太初圣地几乎一整天，美其名曰故地重游，有个屁！不就是为了看看我们太初圣地还有没有子离大帝留下的传承，想要薅羊毛吗？不过还好，这货终于要走了。你不欢迎我？你这个杀神，谁敢不欢迎你？不欢迎你的坟头草怕不是已经10丈高了吧？既然传送阵搭建好了，带路吧。见过擎天长老。是鸡舍，你来的正好。这里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搭建6星阵法，被搞得乱七八糟的，能帮我打理一下吗？当然。张杰长老，这个杀神就要到天玄宗了，你不解决一下，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算锁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块了。祖上留下来的浩瀚银河阵已经激活，必须有备无患。也不知风云现在怎么样了。担心上官风云还是其次，毕竟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最主要的还是怕冷无双突然回来，跟我们一起陪葬。我操！怎么回事？难道灭宗开始？这里就是天玄宗吗？
来者何人？铁长老，是我和无双师妹。那他们是谁？大家都喊我吴大爷，你叫我一声吴哥就行了。在玄天宗，除了师傅和师兄，虽然他和其他人感情不深，但都十分欣赏他们身上忠诚不二、舍身取义的精神。毕竟前世灭宗这群人誓死抵抗，为他逃亡争取了不少关键的时间。冷无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原来如此，诸位，我知道你们的好意，但我天玄宗覆灭恐怕已成定局，所以……那你又凭什么觉得我会输？亦或者我该如何证明？我们玄天宗从上古便传来下的阶梯，名叫登天门，天门100阶，每10阶代表着此人的天赋，1阶便是1星天赋，将来能成就道功；2阶便是2星天赋，将来能成就4级，以此类推。78个台阶是玄天宗的历史最高纪录，也是冷无双创下的。想要突破这个纪录，比登天还难。这样吗？行吧，我接受挑战。登天门能上70阶者，都是未来北斗星域传说级的存在。这个少年看起来平平无奇，都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挑战这个。铁叔，有时候人不可貌相。小双，那我们打个赌如何？他登的阶梯层级只要超过了你，我就罢。不好。发生了什么？怎么会？大姐来的这么快？你们在此等着，如果事情不大对，就赶紧跑路。今日玄天宗将无人生还，